但我们常谈这个中国的晶片被美国卡关，同样俄罗斯如果以刚刚的数据来看，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晶片生产的大国，但好像大家很少提到说俄罗斯晶片被卡关，甚至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它作为一个还是军事这个武器研发的一个强国，还是说俄罗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它真的对于晶片荒，对于这些晶片的短缺，它有什么原因，它都没有受到影响呢？这个请教老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俄国的它是个武器出口大国，而且它也在美苏冷战期间建立了庞大的军工体系，但是它的技术水平到底怎么样？它的技术基础怎么样？这稍微要往前讲一点，就是早在集体电路这个时代开始的时候，俄国的相关技术就一直落后于西方，到现在还是落后。然后我最后会告诉结果，大家听也可能会闷笑。就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发达国家的电子工业就开始把晶体管的零部件组合成集体电路，简称是 IC。然后呢，集体电路就越做越小，以后被称为晶片。那它运算速度是越来越快，到了今天是集体电路无处不在，从军用的飞机、飞弹、舰艇、卫星，到民用的汽车、电脑、手机、家用电器，全都要靠晶片来维持运行。那晶片产业是属于电子工业的高精尖行业，它上游呢是这个晶片设计，技术难度最高，主要是靠美国的公司。那中国目前是只能够设计低端的这个低功能的晶片。那晶片产业的中游是晶片制造，就是用光刻机制造晶片，它的原理不复杂，难在光刻机的工艺和技术本身极为复杂。中国现在只能进口现成的制造设备。那么晶片产业的下游是晶片的测封试装，测试封装，这方面技术难度比较低。那俄国怎么做的呢？它是也研究了自己的集成电路，但始终跟不上西方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是说，它在这个方面的研发靠的是政府的项目和国营研究机构。那么这种体制没有研发和创新的活力。因此，到现在为止，俄罗斯的 IT 领域还是比较落后的，它也没有能力追赶高端晶片的技术。俄国现在主要是2家集体电路制造商，都是俄国本国的公司，半军工的。这个一家叫做 Micron， 还有一家公司叫做 Angstrom。这2家公司呢，前面一家，它生产的晶片。它也生产晶片，是65到250纳米。那么后面一家呢，生产90到250纳米工程。后一家有个8英寸的晶圆厂。这2家公司主要都是为军用、航天和工业领域提供产品。我在这里讲这一点，是让大家联想一下，为什么中共从台积电大量抢购这个20-30纳米的这种产品晶片。原因是它也是用于军用的。那刚才讲到的这个俄罗斯这2家公司呢，这个其中那个 Micron 是引进意大利和法国的技术，那么另外一家呢是面临破产重组啊。俄国的晶片工业就这么点基础，他们同样遭到过制裁，但是呢，因为它的技术足够落后，所以几乎对它的技术制裁都不太有必要，因为太落后。而且呢，由于俄国的军工产品用的是比较这个低端的晶片，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出口管制都不适用，就是它太低了，这个不值得管制。那么俄罗斯的军工研发又是怎么办呢？讲到这里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俄国从苏联时代就选择了一条因为技术落后而走旁门偏道的路线。就是说，它的现在很多尖端武器还在使用电子管，它倒是把电子管造的比较小一点，不那么笨。那么用电子管组成这个晶体振荡器，这种振荡器，这个晶体振荡器的电路呢，一般被称为模拟电路，那么就是 analog。这种电路呢，它不需要专门的晶片。俄国的消费电子产品很落后。然后呢，俄国也因为没有晶片，消费电子产品落后呢，它几乎就是中国廉价消费电子产品的市场。
那么为什么俄国曾经有过很强的工业军事基础？其实是美国帮着建立起来的。1973年，美国有个学者 Sutton 这个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做《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我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里可能提到过。二战之前啊，苏联是把矿山、森林、油田租给西方企业家来经营，用这个办法来换取西方的技术和资金。那时候，美国对苏联出口了大量的工业设备和技术。结果呢，苏联的3大钢铁基地，一个是马克尼特戈尔斯克钢铁厂，一个是库兹涅茨克钢铁厂，一个是扎波罗钢铁厂。这3大苏联最大的钢铁厂全是美国技术，美国工程师帮助安装的。那么苏联最大的第涅普水电站、最大的汽车厂 Gorky 汽车厂，还有3个大型拖拉机厂，也都是美国工程师从美国带了设备技术来帮苏联建的。那么这个拖拉机厂懂一点军工的都知道，打仗的时候马上就可以造坦克了，同一条生产线。所以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呢，日本的关东军和在东北和蒙古的交界一个叫诺门坎的一个地方打过一仗，关东军惨败，原因就是当时苏联用上了美国的技术造了坦克。那么日本的坦克制造技术呢，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引进的，所以在苏联坦克炮火面前，苏联坦克兵把日本的这个坦克叫做铁皮盒子，就是薄的苏联坦克一炮就能打穿的。所以关东军的坦克在苏军坦克面前完全不经打。那么二战期间，美国又作为苏联成了美国的盟国了，美国又大量的继续给苏联提供军用车辆还有技术装备。那么二战以后呢，苏联又把几万德国的火箭工程师抓到苏联去，这逼迫他们为苏联完成了飞弹发展方面的突破。那这方面就是说，俄国的军工基础实际上是美国帮着建的，而中共又间接的从中得到了美国的技术的好处。就是50年代，中共和苏联处于蜜月那段时间，中共间接的从美国几十年前援助苏联的重工业技术当中得益了。那么中共的现代军工产业呢，是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建的，当时是苏联为中共提供了156个工业项目，大部分都是服务于军用目的的。那么为中共建造军用飞机、大炮、坦克、军用舰艇这些工业呢奠定了基础。那么以后呢，中共在原子弹、飞弹和卫星这些领域有所突破，这里面既有苏联援助的基础，也有中共专家的自己的研发。那么文革时期啊，中国是为自己拥有完整的军工体系很骄傲，而且宣称它是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其实呢，中共当时这个初步建成的这个军事工业体系，并不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相反是靠苏联提供技术、图纸、设备、样品，苏联还派了大量专家手把手教中国人。那么苏联人撤走以后，这些技术、设备、图纸、样品基本上都留在中国了。中国的军事工业体系就是这样的，用苏联的模板一样画葫芦，然后生产了大量军事装备，再出口到援助到越南、北韩、阿尔巴尼亚去。那么苏联的技术援助曾经让中共在短短的30年内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具有军工体系的大国。但是因为中苏交恶，从5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就不再无偿提供技术了。那么中共军工体系呢，它的技术进步因此就停滞了。这说明一次性的苏联技术援助并不能保证中共军事工业不断的升级。那么同样的，美国历史上对苏联的技术援助也不可能保证苏联的工业水平永远紧跟美国的领先地位。那么在中共的原子弹、飞弹、人造卫星的研发过程当中，苏联人是有所保留的，没有把全部的技术机密和 know-how 完全交给中国人。那么中共呢，从这个国外，特别是美国，想办法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回去，然后从自己做了一些研发。那么中共当时把这个叫做2弹1星，就原子弹、飞弹和人造卫星，他把它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把这个2弹1星的研发模式归结为说是中央重视国家公关、
全国支援重点突破。这个就是苏联的模式，苏联的国防科研也是一模一样照这个模式做的。我为什么要下面介绍这个中共这个模式？因为它就是今天中共军工可能成功一些，但是民用产品的技术攻关总是突破不了的真正原因。所谓的国家攻关，就我刚刚讲的这个苏联模式也是苏联科技失败的原因。所谓的国家攻关就是说要靠集中政府的财力和全国的技术人才和实验条件，不惜工本以达成项目目标，这是集权国家的体制优势，只有在集权国家才能做到。那么这种模式呢，它是可以针对有限的重点项目实施攻关的，是有可能取得重要进展的，当然也可能遇到瓶颈就搁浅了。那国家攻关的优势是把整个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不计工本。那它的缺陷也是不计工本，因为它不计工本，凡是能够得到中央重视、全国支援、重点突破的项目，短期内是可能取得进展的。所以共产党国家的军工企业和研究机构，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怎么样把他们的研究计划纳入所谓的中央的攻关的范畴。至于项目的总成本，中共的共产党国家的军工科研部门是不大关注的，因为他只要立了项，这些项目成为他们的钓鱼工程，就慢慢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我已经上马了，已经开始了，现在起步的资金已经花掉，你不能后面不给钱啊。虽然超过预算好几倍，那你总要给嘛，不然的话前面的钱都浪费。所以他就不愁要不来资金，也不愁要不来外汇。那么这种科研开发模式呢，用在军工领域，这个也许是可行的，因为军用装备的开发只有中央政府一个买家，开发靠中央呢好像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民用产品研发也要走国家攻关这条路就行不通了，因为中央政府没有无穷的资源去包办所有行业的技术研发需要。那更关键的是，民用产品用户是千家万户，你研发出的产品有没有商业价值，要看用户是不是买账。那么中苏两国是可以在军工重点项目上面砸下大量的人力、资金和技术，完成某些突破，但他没有办法在民用工业上赶超西方。那在民用工业方面，其实苏联还远远不如中国，因为苏联直到解体都一直是闭关锁国，拒绝实行所谓的开放的市场经济。那么苏联解体以后，它所有的工业企业都是国营，就解体的时候，工业企业都是国营的。那么私有化过程当中呢，这些国有企业就落到了企业职工和厂长的手里。我在俄罗斯专门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写过论文发表了。所以俄罗斯的这些企业私有化以后，基本上不和外企合资的，所以苏联的消费品工业一直没有办法引进西方的技术，而中国呢，是因为有港商台商帮着中共完成了这过程。几年前中共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目标呢是到国际市场上争夺外国消费者。这种情况下，一种中国产品是不是有商业价值，中国政府的评价其实毫无意义，因为一切取决于国际市场竞争。那么中共有一个思维的混乱或者悖论，就是他引进外资的时候，他强调说我们中国制造成本低廉，在国际市场有产品呢有竞争优势。但是一谈到要面向国际市场竞争，做高科技研发，中国马上就切换到国家攻关万能论，强调说我们有不计工本的长项。那这种悖论是出于中共对民用产品技术开发的无知，因为在民用产品领域，国家攻关不是万能的，关键是政府的决策官员、科技专家不了解千变万化的市场需要，也没有成本概念和市场消费承受力概念。那么在技术密集性产品或者高科技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当中国家攻关这种模式不计工本，它在国内的优势，实际上在国际市场就变成国际劣势。因为中国产品的外国竞争对手，它不仅更了解国际市场用户的需要，而且拥有成本优势。外国公司能够在国际市场攻城略地，除了产品性能优良以外，还主要是他们在研发过程当中就不断在这个节约工本。那么共产党国家的技术研发体制
搞军用项目不计工本，只求成功，大体上马马虎虎，做不到一流、二三流是可能的，但是在民用产品的研发方面，这种模式就不灵了。要么是企业依赖政府支持，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力，要么就是企业只想搞快钱，他要搞技术就这种东西，像中国大陆的腾讯啊、阿里巴巴都是这样。那么中国的民营企业通常舍不得长期的大投资来扶持基础研究，那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来垫底的话，应用技术开发只能靠抄袭模仿。那么中共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这种用政府控制企业、企业依赖政府的体制，实际上没有办法帮助中共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的。